点心上抹，两匹恩仇错三生过。儿时的音色唱着故人歌，此间可曾奈何旧景色？谁歌声声口，染着伤口轻轻扯。同生同足，同苦同责，如何能分离我？可你总是轻声笑我，你叫我有泪不流落。哥，你看透人间心色，有没有人啊？我为何？顾少娟，啊，求求你了，哥。谁求求你了？声声和，染着伤口轻轻扯。同舍同足，同苦同责，你我怎么分割？金凡的性命保住了，放心。知恩大人，这是花公子说要留给你的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把刀，我们花家族把它称为云之羽，因为太轻太薄，就像用云朵编织成的羽毛一样。那我当上执刃之后，能拥有这把刀吗？你如果通过3关试炼，这里的每一把刀都是你的。不用，我就要这一把。我来。你曾跟我说，剑有双刃，伤人也伤己。这把刀送给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你，包括你自己。这把刀叫什么名字？云之羽，编织的织，云做的羽。我可否改一个字，改成知道的知？云之羽。知。毒还没有排出，只是暂时压制住了而已。公子羽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我若不这么说，你怎么会答应我把出云重连给金凡呢？你再爱他，也会挣扎纠结吧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毒既然没有排出，但为何你的伤势好转了？阿云给我疗伤的时候，
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。我和知恩的心法可以相互融合，相辅相成。融合？你所练的是核心法？清风派，云锦心经。你使给我看看。神行有时，能与执刃的心法相结合，他使的是风送三式。这不是清风派的清风九式剑吗？时有太虚。清风九式剑就是风送三式，是曾经后山当中已经陨落了的风之家族所使的刀法。遇其则在明。人间难得花雪月，清风相送无离别。这后山不是只有雪月花3个家族吗？曾经的后山当中，并非只有3个家族，而是有风、花、雪、月4个家族。风家族所练的正是风送三式，宫门后山刀法也不是你们所知道的9式，确切来说，一共有12式。雪月花3式都是进攻，唯独风家族的刀法是辅助，所以一般由执刃夫人习得，用以辅助执刃，所以你才能与执刃的心法相辅相成，内力相互补充，压制孤独。那这么说来，如果云姑娘的心法管用的话，我就可以学会镜花3式了。没错，风系刀法可以和雪月花任意一种刀法组合成双人刀法，即风雪3式、风月3式和风花3式。云姑娘所学皆源自于无风，那为何无风的人会使用风家族的招式？难道无风中人有消失的风家人？无风，无风。公子，你们虽然用联合心法暂时封住毒性的运行，但你随时还会有性命之危，毒血攻心而亡。能得一时是一时，金凡危在旦夕，我还有时间。再说了，我若非这么做，你们怎么可能答应把出云重莲给金凡呢？哦，对了，被家伙请了，你可别告诉他真相，不然他得把我这雨宫拆了不成。公子，连另一环我都看着我可不习惯了。再说了，吃都吃了，还能拖出来不成？那这是还你的人情。你说不让我谢你，但我从来不喜欢欠人情。你自己打开啊，我手机都被挑断了，还指望我帮你打开？出云重莲，我看看，怎么还会有一朵？你没吃吗？我身强体壮的，这朵是留给我哥的。万一哪天我哥哥有性命之危，我……谢谢啊。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谢我哥。这朵莲花是他的，我只是送了个盒子。
跑哪里去？公子都抛弃我了，为何不走？那郭焕宇骗我说合作，却想要独吞无量流火，而公子和我夫妻一场，竟也对我毫不留情。无风之人，何来情？可我心不在无风。我不信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的确是孤山派遗骨。当年我逃离密道，掉落山崖，撞到头部，失去记忆。典珠把我带了回去，骗我说我是他徒弟，叫我收养，为他卖命。然后呢？后来我一点点恢复了记忆，假意继续留在他身边。我跟公子说过，2年前我曾下毒毒杀典珠，典珠中毒之后，当时无风手里竟然取消了风雨不改的无风例会。通过这2件事儿，我才推测出无风的手里就是典珠。所以我才一直为无风效命，为的就是终有一日我能杀掉典珠，报仇雪恨。如今无量流火在我手里，我可以消灭无风，杀掉典珠。我已经全盘托出了，公子可否放我一马？交出无量流火，我就放了你。如果我不愿意呢？消灭无风，对空门也有好处。公子为何不愿意？无量流火，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。而且，我怎么知道你会被骗我？我不会骗你的。因为耳边细雨轻浓，针指相逢终须松。上墨刀锋，入怀中，破晓把夜色刺痛。世上的来终觉浅，
下笔却苦涩难言。小人爱恨太痴缠，心却留一半。你无心擦肩我太眼，留下的瞬间，岁月的流浪我听见。门开了一扇，喜欢都是后天的，没有谁生来就喜欢谁。公子可喜欢？没想到，这月桂墨香真能让人心静心安。那我以后经常为公子谋摸半途，此生常伴公子左右。潮烈火相拥，纸上的来终觉浅，却用半生来偿还。星月装点的双眼，却盛满离散。你无心哥，你就这么让上官姐走了？凤嫂不可能放她走。花开了一半，你转身我成全，告别彼此手缠绵。放她走。为何不肯？你说愿归山若情丝难抵眉间雪，我说生宁寒许这苦心愿。却奢求最后的停留，你没有回头，我却还在原地等候。天越弯，心越乱，紧拥抱到风取暖，可悲可叹，只怪夜色上前。冰封中华春，鱼跃浮千里，彭毅登九重。你终于做到了。果然是你。其实后来我早就猜到，只是我很想念我爹。入华宫第3御前，这个锦囊出现的过于蹊跷，这墨迹也是明显刚收干不久，定是活人所述。放眼整个宫门，能指教我的人不少，但像这样偷偷摸摸还假借父亲之名帮我的，只有好面子的你了。你当时劫牢九云围山，我和你交手，观你斩阅3时，漏洞百出，气息全乱，所以想着指点你一下。谢谢你。如果当初我没找到锦囊，而是要花个3、5年时间学习这浮雪3式和斩月3式，那该怎么办？那我就真的可以
把你从职任职位上赶下来。你是可以，但你不会。你不会的，对吧？我到现在才明白，若说这天下，谁更希望我这朽木尽早成才，你恐怕不会输给阿云跟金凡吧？你这木头啊，吹得我可真够累的。那之前你对我的不满也是装的吗？那都是真的不满。如今的你，回头看3个月前的你，可满意当时的自己？身为职任，既无担当，又无能力，怎能守得住宫门？你一向养尊处优，又放浪形骸。若没有一个人逼一逼你，你能对自己狠下心，闯完3狱吗？多谢上爵哥哥。都是职任了，要稳重些，别老跟原职似的，个个来个个去。好的，你先下去吧，上爵。